这一次的4月新品魂线龙马是改编自尾田连载海贼前的短篇漫画 Monsters， 于24年1月播出的动画103琴飞龙市集的主人公，海迷们估计都知道啊，不过因为剧情真的很短啊，这里就不再介绍动画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完全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里就赶紧带大家来开箱看看玩具的表现吧。话说这是我第一次买美版啊，不仅是没有运输盒，这个狗皮膏药的贴纸也是第一次看到过。OK， 那么拿出本体的第一印象呢，这白加绿的圆柱体造型怎么那么像一段大葱啊？龙马的这个人物不仅仅是索隆的原型啊，整个人物的设计也很路飞，尾田也不止一次的暗示过龙马和索隆的关系了。不过动画组则是直接就明示了，标题就叫103琴飞龙市集，读作139 Hiryu Jigoku， 推测是来自谐音啊136 Jigoku， 即佛教中的各个大小地狱的概念啊。至于这个名字对于索隆和龙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可能单纯就只是因为谐音很帅吧。另外海贼中索隆也曾从一位叫龙马的僵尸手中接到了和之国的国宝秋水，虽然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这辆龙马是一个人啊，但动画组表示这都不是事儿，我就这么画了，你看怎么地吧。于是玩具里也就自然的带上了这把已经被索隆归还的黑刀秋水。可以看到不管是剑鞘还是剑身啊，整个涂装的细节都是非常之精致的，感觉要比索隆附属的刀还要好看一点，是怎么回事啊？另外刀的搭载方式也是非常的巧妙的，可以看到这个红腰带其实是2段来拼接的，配件里给了这样的凸起的一段的腰带，把秋水拿出来，背面有个小的孔位，然后插到腰带上就好了，最后再把腰带装回到腰部就 OK 了。这里我才发现啊，我的方向装反了，大家记得一定要反过来装啊，虽然也没啥影响就是了。其他的配件就是2袋龙马的行李了，或者叫合屋，然后一个单独的左手开掌手，一对握持刀鞘的手型，一对握刀的手型，最后是一对握拳手。东西确实也不多啊，但动漫里也确实是没有啥特别的东西，东西给的还都是挺还原的，细节也不错。要装上这个背着的合物呢，把头拔掉就可以了，然后找到扩张的一面套进去，然后就能还原出龙马初登场时候讨饭的造型了。整体的还原度我认为是非常 OK 的，身上的软胶件的涂装啊，腰带上的遗印啊，都做得非常的优秀。但这个圆柱体一样的造型啊，尤其是那几片白菜的叶子啊，反而非常的让我担心它的可动性啊。那接下来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新素体的可动怎么样吧。脖子是双段关节，低头可以轻松的超过70度，但是抬头可能是后方的衣领有干涉，所以超过30度再往上翻的话，就可能把头给拔掉了。左右的歪头幅度不错，能到45度接近60度的大范围，360度的头部平转也是没有压力的。手臂的关节设计应该是浪客剑心的同款，蝴蝶肩向内伸能到60度的超大范围，向后也有30度左右。手臂的侧平台能轻松的达到120度左右，大臂的360度垂直大风车也完全没有问题的。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标配，但是曲肘右键弱智设计了，小臂的袖套太大了，有很大的干涉，所以只能曲肘到90度多一点的范围。最后的袖口露出的腕部是一个球关连接，所以露出的这一段其实也能有20度左右的轻微摆动，手腕的部分也能有一个30度多一点的翻折。腰部的设计是很有意思的，一开始我以为这个软胶包的这么的严实啊，可能会完全没有腰部的可动，结果它在腰部做了一个类似折叠拉伸一样的关节，然后可以把前面收进去，把后面顶出来，实现了一个接近45度的弯腰，这个确实就挺让人惊喜的。挺胸同样也用了这样的结构，可以后仰超过45度，不过肚子的这里就很穿帮了。同样的，左右的腰部侧摆也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结构，可以达到45度左右的范围，就是这个造型嘛，可以表演切腹断腰了。腰部的360度平转自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着是这个我看官图最担心的腿部，很明显这几片白菜叶子是软胶件啊，买过鬼岛索隆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几片叶子做的再软啊，那也是软胶的，更何况这个胶直接就粘在了腰部，完全没有抬起的关节。话说竟然还做了内购，龙马原来穿的这种内裤啊。不过实际把玩了一下啊，我感觉效果是要比想象中要好不少的，前踢是可以超过90度多一点的，后踢也可以达到接近45度的幅度，也是比我预想中的要好不少了。侧踢的话下摆就完全的遮不住了，不过范围倒是可以达到接近90度的，屈膝也能达到120度以上，接近150度的范围，
这可比索隆那残疾的腿部强太多了。最后大腿根部360度的平转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因为藏在下摆下面就有点看不出来了。最后脚掌的垫脚能到接近60度的样子，前抬也有45度左右的范围，和路飞一样，前脚掌连着拖鞋可以90度的上抬，脚踝可以做到360度的旋转。最后的接地也是和路飞一样的只要找对了角度，向内向外都可以做到60度甚至是以上的超大接地，这个还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说这个可动性确实让我是很惊喜了，但是用软胶的设计来设计这种衣服的下摆，说到底还是不行的。不仅干涉了可动也不能跟随着腿部一起动，更严重的是当摆低趴姿势的时候下摆会直接变成新的2条腿，让你根本就压不下去这就非常的窒息了，根本摆不出几个非常好看的 pose。 我真的就很想问候一下设计师为什么就不能设计成鬼灭之刃那样的可动的衣摆呢？真的是太无语了。可动虽然很难玩但是还原动画还是可以的。最后龙马用刀挑着行李漫步在竹林里面的场景，配件里也给做了还原，把刀柄套进这个行李上就能还原到了，还是挺有意思的。最后就是这次的面雕也给的非常的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尾田的角色都是非常好画的那种，反正这个面雕的还原度真的是非常的顶真的，替换的方式也是经典的拔刘海式插拔，并且这次的面雕一共是给了5个，每一个的细节处理大家都可以来打个分，水平非常的在线。唯一的问题就是大笑脸、搞怪脸、呲牙脸还有怒吼脸，唯独就是没有给一个严肃的脸，每一个的表情都太夸张了一点，反而摆一些要逼格的 pose 就是不太好用了。最好用的就是这个自信的微笑脸了，这不单纯是因为做的像把索隆拿出来的话就能摆出这样的跨越时空的梦幻共演，这情怀的价值不就蹭蹭的上来了吗？最关键的是这把刀还能给索隆用，感觉直接就变成了索隆的专属配件包了。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龙马评测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话说这个动漫的主题曲搜遍全网都搜不到只能配一首我最爱的 Lo-Fi 了。最后大家记得要点赞、投币、收藏、转发哦。